眼前这尊破烂不堪的诡异泥塑，竟是镇守世间千百年的城隍化身，本该消失在恐怖降临的历史洪流中，却被我意外穿越的灵魂所替代。此时城隍庙内，我还在消化着这巨量的信息时，3道身影却急匆匆地赶了进来。只见其中一个胖圆脸，脸色凝重地向着为首的中年人说道：“陆队最近不止这福安村，整个安陵市到处都有鬼物出现，照这个趋势下去，普通人恐怕是瞒不住了。”听到这话，陆征也是皱起眉头。自从5年前他侥幸加入特殊管理部门，成为一名遇鬼者之后，才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有鬼。普通游魂还好说，只是能让人身体虚弱，可在网上就不一样了。1阶恶鬼会伤人，2阶猛鬼能吸食血气，晋级厉鬼，而一旦有3阶厉鬼出现，就能瞬间重创10几人。就算他是地级遇鬼者，也根本不是对手。听到几人的对话，我也意识到这个世界不仅有鬼，还到处作恶。只不过大部分普通百姓在这些遇鬼者的保护下，并不清楚自己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但现在随着鬼物越来越多，安陵市恐怕会陷入巨大的危机。而我现在虽然是安陵市的城隍，可刚觉醒的我能管辖的区域却非常有限。想要扩大辖地，除了靠这个莫名其妙的签到系统外，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香火。只要信奉我的人越多，我的实力也就越强，辖地范围也就越大。所以陆征一行人刚离开，我便跟着他们飘出了神像。没一会功夫，几人便踏入了村内。他们警惕的目光不停地在周围的环境中扫视搜寻。突然间沉默，只觉脊背发凉。毕竟所谓的遇鬼者是靠驾驭鬼物入体来获取力量，正因这层关系，他们对阴煞气息的感知力远超常人。听到沉默发出的惊呼，陆征以及其他队员也立刻警觉地转过身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名红裙女子，身侧伴着2道鬼影，脚踩滚滚黑烟逼近而来。一句好大的胆子，虽只寥寥数字，却叫陆征几人瞬间如坠寒潭，彻骨的寒意在众人心头疯狂滋生，仿佛被浓郁的死气彻底封锁，身体都不由自主地冻得僵硬麻木。陆征此刻神情巨变，他怎么也没料到，这红衣女鬼红绡明明还未晋升厉鬼，竟然已修出了鬼域的雏形。而那红衣女鬼红绡出手极快，压根不给几人半点喘息之机。紧接着耳边便响起一声凄厉的哀嚎，只见苏哲面部赫然多出了5道恐怖的血痕。旁边的沉默等3人见状，顿时吓得脸上一丝血色全无。陆征死死攥紧拳头，深知局势危急，这女鬼修为远超自己，若身处这鬼域之内，众人简直是毫无还手之力。若继续坐以待毙，全队都要葬送于此。眼下唯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强行破局。念及此处，陆征把心一横，低喝道：“你们立刻退原点！”闻言，苏哲等人神色骤变，惊道：“陆队，难道你想强行解开体内的封印？”苏哲完全无暇顾及脸颊的剧痛，满脸焦急，猛地伸手一把拉住了陆征。遇鬼者体内的厉鬼通常处于半封印之中，虽说半生鬼物的潜力强弱决定了上限高低，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若是彻底解开封印，极大概率会当场失控，宿主甚至会沦为祭品被反噬，从而释放出真正的恐怖恶鬼。没时间了，这是唯一的生路。话音未落，骇人的青灰色便迅速爬满了陆征的肌肤，青筋暴起宛如蚯蚓般在他体表疯狂蠕动，那些血管似在吞噬他的生命力。紧接着陆征上衣崩裂，整个人被浓郁的青灰鬼气笼罩，好似一头即将暴走的妖魔。此刻他死压着内心毁灭一切的暴虐欲望，挥舞铁拳轰向周围的漆黑虚空，但这刚猛的拳风却像打进了棉花堆里，激不起半点波澜。不过陆征手下动作未停半分，他心里明白，那狡猾的女鬼正潜伏在这漫无边际的黑雾深处。终于在挥拳无数次后，陆征感到拳风砸中了食物，紧接着眼前遮天蔽日的黑气开始缓缓消散，只见一道红衣倩影被轰得倒飞而出，周身缭绕的黑气也淡薄了几分。看来这一击确实伤到了他，陆征心中略微一松，旁边的苏哲等人更是面露喜色，激动地喊道：“幻境被打破了！”然而就在刹那间，陆征的神情猛然一僵，他感到一股异样的力量钻进了身体，随即无穷无尽的邪恶念头疯狂侵蚀着他的脑海。快吃吧，快吃吧，吞噬掉所有人，你就能登顶最强。与此同时，苏哲也敏锐地察觉到了陆征状态的异常，只见他面部与躯干，尤其是手臂上的血管暴突了一大圈，注视着苏哲的眼神满是贪婪与渴望，嘴巴夸张地张开，似乎下一秒就要猛扑上来。糟糕，陆队已经被饿死鬼彻底侵蚀了。一听这话，沉默其余3人瞬间吓得面无人色。倘若在平时，他们或许还能设法将那饿死鬼从陆征体内逼出，但如今陆征已处于暴走边缘，随时可能彻底失控，他们实在束手无策。苏哲死死咬紧牙关，一面护着身后的沉默3人，一面竭力试图唤回陆征的理智，大声呼喊着：“陆队，快醒醒，赶紧清醒过来啊！”本已摆出扑杀姿态的陆征突然停滞了动作，似乎恢复了几分清明。然而仅仅过了1秒，那女鬼的声音便再次悠悠传来：“真以为打伤了我，你们就能全身而退吗？别做梦了，你们全都得葬身于此！”伴随着那近乎癫狂的凄厉笑声，陆征的双眸瞬间染上一层猩红，体表的青筋猛然炸裂，浓郁的黑红鬼气顷刻间覆盖了他的全身。沉默惊恐地瞪大眼睛，颤抖着说：“陆队要彻底失控了！”苏哲等人也意识到情况危急，一颗心瞬间悬到了嗓子眼。然而这回陆征并未发起攻击，而是用那猩红的双眼死死锁住苏哲，声嘶力竭地吼道：“快杀了我！”不，苏哲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陆征，他怎么忍心亲手了结自己的战友？沉默3人同样嘴唇哆嗦，满脸的难以置信。杀掉陆队绝对不行，这怎么可以？林婉紧紧攥着双拳，高声呼喊道：“陆队，请再撑一会儿，支援队伍马上就赶到了。”闻听此言，陆征心中只有苦涩的笑意，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极限，根本无法再坚持。紧接着他再次爆发出一声咆哮，将仅存的一丝理智化为绝望的嘶吼：“赶紧杀了我！真的来不及了！”目睹这惨烈的一幕，悬浮在半空中的我也不禁微微一怔，局势怎么突然就恶化到了这种地步？实际上，我早已在陆征等人的体内
悄悄种下了由信仰之力所凝聚而成的护身法印。虽说我刚刚苏醒，信仰之力尚且匮乏，但此前陆征在城隍庙那一番虔诚的跪拜，已然为我贡献了足足1000缕之多。凝聚一枚法印仅需消耗10缕，我自然毫不吝啬。因此，当陆征等人陷入幻境受困之时，我并未急于现身相救。毕竟，一旦陆征等人真的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那法印便会自动碎裂，护住他们的周全。我原本也想借此良机，好好观摩一下这个时代遇鬼者的手段，可谁曾料想，转眼间局势竟演变成了自相残杀的惨剧。倘若苏哲真的动手，那法印根本无法激活，因为它仅对鬼邪之物有效。我无奈地轻叹一声，明白此刻必须出手了。深入了解的事只能留待日后。心念至此，我缓缓探出右手，隔空朝着陆征所在的方向轻轻一点，主动引爆了他体内的那枚法印。就在这一刻，苏哲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耳边回荡着陆征那近乎哀求的嘶吼。他用力攥紧了双拳，正当他狠下心准备动手之时，突然瞥见陆征的眉心处竟隐约浮现出一枚闪烁着金色辉光的法印。紧接着，那枚法印毫无征兆的轰然碎裂，变作一束金芒重新钻进陆征眉心。随即只听一声沉闷的哼声，一道模糊的影子竟从陆征体内被硬生生挤出，仅仅一眨眼的功夫，便化为黑烟消散无踪。是谁？此刻那红衣女鬼红霄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她满脸惊惶地环顾周围，心底猛地涌起一阵前所未有的强烈危机感。虽说那饿死鬼不算太强，但也绝非轻易能被瞬间驱除的。然而方才那一瞬，他竟完全没察觉到出手者的半点气息，对方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实力？女鬼这惊疑的质问，恰好也是苏哲等人此刻心头的困惑。究竟是哪位高人出手救下了陆队？苏哲心中笃定，刚才出招的绝非官方支援队，毕竟如果是援军赶到，完全没必要这般藏头露尾。若非支援队的人，那又会是谁？难不成是那些游离在外的野生遇鬼者？所谓的野生遇鬼者，本质上也是驾驭厉鬼之人。在这恐怖复苏的乱世，全国各地确实涌现出了一些身怀异术的奇人。这些人或许是因为机缘巧合，又或者是动用了某些特殊秘法，从而成为了遇鬼者。只是他们不愿受到官方正规组织的约束。有些人是不信赖官方的实力，有些只想独善其身，还有些则是仗着能力为非作歹。当然了，在这些野生遇鬼者里，也不缺心怀正义的人。他们虽不愿归顺官方，却也是斩妖除魔为己任。莫非方才暗中相助的，正是一位恰巧路过的民间高手？既然能瞬息间震散饿死鬼，想必其实力定然不俗。这些念头在脑中一闪即逝，苏哲一步跨到陆征身前，连忙伸手搀扶住摇摇欲坠的队长。抬头间，瞧见陆征眼中已恢复清明，这才长舒一口气。幸好陆队已无大碍。此时恢复理智的陆征也急忙向四周张望，他刚才分明感受到体内正流淌着一股温热的气流，就连先前因强行解封厉鬼而受损的躯体，竟也修复了许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没等陆征细想，他猛一抬头，赫然看见那红衣女鬼红霄竟一把揪住身旁的水鬼，随即张开血盆大口，硬生生将其吸入腹中。陆征面色骤变，惊呼道：“不好！”他在强行晋级。话音未落，便见那女鬼漫天飞舞的长发如藤蔓般疯长，在半空中狂乱扭动，宛若无数条吐着信子的毒蛇。她那染着鲜红扣丹的指甲骤然暴长了10厘米，化作一对锋锐至极的利爪，仿佛能轻易洞穿人心。周遭浓郁的鬼气疯狂纠缠，空气中不断传出呜咽怪响，紧接着便是凄厉的哭嚎，是鬼哭。听着耳畔那愈发响亮的哭声，沉默3人脸色煞白的挤作一团，试图寻求一丝安全感，可感受到的唯有同伴止不住颤抖的身躯。支援队到底在哪？不是说10分钟必达吗？怎么还没影子？此时苏哲也是一脸惨白的望向陆征，陆征沉默不语，只是死死盯着那即将完成晋级的红衣女鬼，面庞上浮现出一抹决绝之色。眼下已无力阻止她晋级了。别看他们在幻境中似乎耗了很久，实则从被困到强行破局而出，外界仅仅过去了1分钟而已，根本等不到支援队赶来了。他本来就打不过这红衣女鬼，刚才又因强行解封厉鬼导致元气大损，已无法进行2次解封，而且凭他们几人的脚力，也绝对不可能逃出升天。尽管知晓刚才有人暗中相助，但在陆征看来，那位神秘人的实力恐怕也不会太高，不然何必一直躲在暗处不敢现身？想必是动用了某种特殊秘宝或手段，才侥幸驱散了饿死鬼。可饿死鬼与这红衣女鬼完全是2个概念。这女鬼一旦晋级完毕，那便是货真价实的红衣厉鬼，即便只是初入厉鬼层次，其怨气浓郁程度也远超普通厉鬼，实力更是会呈几何倍数增长。方才出手的那位至今不曾露面，只怕也未必是这红衣厉鬼的对手。此时悬浮于半空的我，不由得眉梢轻挑，这倒是有趣，没想到鬼吞鬼还能这么玩，竟将同类的怨气能量尽数吸纳进自己体内，以此来强行冲破瓶颈。看样子这女鬼也是穷途末路了，不然也不会选择吞噬同类来强行提升阶位。且慢动手，让我仔细瞧瞧，这进阶后的红衣厉鬼究竟有几分本事。一念至此，我垂眸俯瞰下方，只见不过数息功夫，那红衣女鬼便已吞噬殆尽，随即身形骤闪，直冲陆征等人猛扑过去。我摩挲着下颚，这家伙魔音的威力的确大增，速度也暴涨了2-3倍有余。只可惜那幻境我是没空见识了，否则陆征这帮兄弟怕是要把命都丢在这儿。与此同时，陆征等人只觉眼前一阵恍惚，那女鬼竟凭空失去了踪影。紧接着，几人心底涌起莫名的惊恐，陆征厉声暴喝快跑，可却无人挪步，大家仿佛丢了魂般僵立当场，好似连如何反抗都忘得一干二净。瞬息之间，映入陆征眼帘的是那女鬼秀丽的面庞，依然挂着2行触目惊心的血泪。然而骇人的是，她竟生不起半分惧意，反倒觉得对方楚楚可怜，甚至恨不得把自个儿的心肺都掏出来献给他。随即一阵剧痛令陆征猛然清醒，他低头一瞥，惊见那女鬼锋
锋利的指甲已然刺入了他的胸膛。正当他绝望之际，打算闭目等死，却突觉那红衣女鬼僵住了动作。陆征急忙抬头，竟见他似筛糠般全身剧烈颤抖。恰在此时，耳畔炸响一声怒喝：“孽畜！此处乃是阳间，岂容你这般邪祟撒野！”紧接着，半空中显化出我周身沐浴金光的身姿，金芒所照之地，漫天鬼气尽皆溃散。陆征虽瞧不清我的真容，却迎上了那一双威严无双的眼眸。这一刻，他瞳孔骤缩，这对眼睛他曾目睹过，正是那城隍爷。在陆征又惊又喜的注视下，我倏然扬起右臂，那只裹挟着璀璨金光的手掌对着红衣女鬼重重拍落。那红衣女鬼有鬼气俱成的躯体，刹那间被震出道珠网般的皲裂，顷刻间便无声崩解，化为缕缕青烟随风消逝。是城隍爷。陆征艰难地吞了口唾沫，双膝一软跪倒在地。他回首望去，却见身后那四人仍旧傻愣愣地仰望着天空，呆若木鸡。他赶忙伸手一把将苏哲拉跪在地，压低嗓音喝道：“还不赶紧拜谢城隍爷！”闻听此言，苏哲等人才猛然回过神来，又是几声闷响，沉默三人也接连跪伏在地，脑袋几乎要埋进土里，内心却是惊涛骇浪般震撼。原来这世间当真有神灵。至于我，在灭杀红衣厉鬼之后，随手一扶便隐匿了行踪，一步跨出，不过转瞬之间便已飘然归位，重新落入那城隍庙的神像之内。就在这当口，我的脑海中突然响起了系统那清脆悦耳的提示音：成功斩杀红衣厉鬼，护佑福安村一方安宁，已触发特殊签到奖励，请问宿主是否立即签到？我眼中闪过一丝喜色，默念签到。随着签到成功的提示，我获得了10缕功德之力。我顿时双目圆睁，只觉得心脏剧烈跳动，兴奋难抑。这功德之力可是稀世珍宝，既能提升修为，精进法力，更关键的是能滋养壮大我的神魂，绝对是求之不得的大机缘。我难掩激动的仰头望去，只见一束紫晕光柱凭空降临在城隍庙上方，径直穿透了瓦片屋顶，将我的身躯完全笼罩其中。随即，我听见体内发出一声清脆的碎裂声，仿佛冲破了某种无形的枷锁。我的功德金身成功晋升为8品，变化并未停止。我垂手审视自身，如今我虽无肉身，全凭灵魂形态存在，但原本略显虚幻的神魂，此刻竟变得凝实厚重了许多。我迫不及待地唤出系统界面，发现面板上的数据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焕然一新，宿主沈燕，根基为城隍功德金身，官职晋升为正8品日游神，新增神通入梦术等。我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官职竟然直接从9品跨越到了正8品。须知依城隍传承记载，神道共分9品18级，我也算连升2级了，而且还意外掌握了一项名为入梦术的新神通。况且晋升正8品后，我不光能夜间出巡，白日里也能巡查辖区内万物，真正做到了意念所达，身形极致。画面转至另一侧，福安村上空阴霾散尽，重回晴朗，夕阳的余晖伴着红霞，将整片天际染得绚丽斑斓。虽然我早已离去多时，但陆征等5人仍然恭敬地匍匐在地，保持着跪拜姿态，丝毫不敢起身。突然，一道清冷的女声传入众人耳畔：“陆队长，你们这是在做什么？”陆征闻声连忙抬头望去，只见许清渊梳着高马尾，一身干练装束，正眉头紧锁地注视着他们。陆征这才恍然回神，他轻轻拍打身侧的苏哲，低语道：“是支援队到了。”闻言，苏哲等人也如梦初醒。今日经历的一切太过玄幻，让人甚至怀疑是否在做梦，极不真实。不过那红衣女鬼却已消散无踪，这便是证明方才发生一切并非虚幻的最好铁证。见陆征沉默不语，许清渊环视了一圈周围环境，眉头锁得更紧了，追问道：“那只厉鬼去哪了？”陆征尚未作答，旁边的苏哲便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抢话道：“已经被消灭了，是城隍爷显灵出手，救下了我们。”闻听此言，许清渊明显愣住了。城隍爷？什么城隍爷？他秀眉紧蹙，沉声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陆征深呼吸几次，努力平复内心涌动的波澜，随后语速极快地将方才的遭遇详细复述了一遍。听完讲述，许清渊不禁陷入深思。他在艺文管控总局任职许久，却从未听闻过关于神明真正显灵的案例，但陆征完全没有理由欺骗他。在观察其他队员那激动的神情，也完全不像是在演戏作假。况且依陆征所言，那女鬼已然晋级成功，单凭他们几人的微末实力，别说击杀初级厉鬼，恐怕早就被对方团灭重创了。然而此刻这几人除了些许皮外伤，全都安然无恙。若非真有他们口中的那位城隍相助，这是根本解释不通。许清渊不再多问，只是双手抱胸，缓缓走到一旁，随即猛地停下了脚步，似是打算探查一番。他双目一闭再一睁，顷刻间黑色瞳仁消散，眼眶中止于一片惨白。在这双鬼瞳的注视下，他清晰地观测到空气中漂浮着些许黑色光斑与点点金芒，这显然是鬼物气息与此前出手之人所残留的能量痕迹。许清渊心头巨震，他对自己鬼瞳的洞察力深信不疑，这一黑一金两股残留能量绝对真实存在。黑色象征着鬼气，即便厉鬼本体消亡，其散逸在空气中的能量波动通常也会存留超过24小时，而那金色光点想必就是神秘出手者留下的。单从这残留能量的强度推断，对方至少也是一位1级以上的御鬼者。至于对方究竟是不是传说中的城隍，他尚无法断定，但这件大事必须立刻向上级汇报。念及此处，许清渊转过身对陆征说道：“此间之事我会如实上报。既然厉鬼隐患已除，我得抓紧时间回去与我的小队会合。”同一时刻，在艺文事件管控总局苍兰省分局下属的安陵市办事处内，当收到城隍爷显圣的汇报后，整个分局上下瞬间一片哗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此时，安陵市办事处的一众高层领导已经悉数齐聚会议室，召开了一场紧急研讨会。联络部部长周明远率先发言：“我觉得更有可能是某位极遇鬼者所为，毕竟谁也没亲眼见过真正的神明，难道不是吗？毕竟于极遇鬼者，即便放眼整个安陵市办事处，那也是凤毛麟角的顶尖战力。如今在大家眼皮底下冒出这么一位强者，倘若却是极遇鬼者，那绝对是必须要争取的招揽对象。至于说是城隍爷显灵，这听起来未免太过匪夷所思了，让人难以置信。众所周知，城隍乃是神明，但自恐怖复苏以来，
神灵从未现身，也从未有过关于神迹显圣的传闻。如今声称是城隍出手，让人如何信服？然而一旁留着络腮胡的魏刚却当即摆手反驳：未曾亲见不等于不存在，我信得过陆征的人品，他断不会信口开河。况且我也一直存疑，为何世间有鬼物横行，却独独不见神明？闻言，气质清冷的江雪插话道：若神灵当真存在，为何多年来销声匿迹，偏偏此时才显露踪迹？刹那间会议室陷入死寂。的确，并非大家不愿相信城隍的存在，而是根本不敢去信。华夏神话传承数千载，绝非空穴来风，诸多古籍文献中亦有确凿记载。但倘若神灵确有其实，为何漫长岁月里始终不见其踪影？此时，办事处局长步秉文沉吟道：有没有可能因往昔时机未到，如今世界巨变，才促成了神话复苏的契机？此话一出，在座皆是一惊，确有此种可能。古籍残卷中似有蛛丝马迹，暗示神灵因某种缘故而消逝。或许神灵并非消亡，只是陷入沉眠，待到鬼邪肆虐、祸乱人间之时，触发了特定条件，才致使神话重临世间。思绪纷飞间，步秉文的声音再次响起：无论真伪如何，此事必须彻查到底。众人的神情随之变得愈发凝重。就在同一时间，福安村那边，许清渊虽已带队离去，但陆征几人仍沉浸在震撼之中。对于刚才我显圣之事，他们压根不信是什么极欲鬼者所为，认定那就是城隍爷本尊出手。这意味着神话真的复苏了。自100年前鬼物现世以来，人类苦苦追寻神灵踪迹却不可得，漫长岁月里，除了古籍中的寥寥数语，再无半点收获。可如今格局大变，城隍真真切切的现世了。城隍乃是一方城池的守护神，其神职便是惩恶扬善，镇压凶孽并安抚亡灵。只要有城隍爷坐镇，这混沌的世道必能重回清明，再现朗朗乾坤。伴随着一声激动的呼喊：城隍爷显灵了！陆征几人迅速转头望去，只见一名相貌敦厚的年轻村民正快步奔来，脸上写满了难以抑制的喜悦。经过一番询问才明白，原来这青年方才察觉到村中有异样，便第一时间藏身进了城隍庙内躲避。而刚才我显化真身时爆发的金光，虽只是一瞬，却被他尽收眼底。听到确凿的显灵消息，陆征几人先是一愣，随即拔腿就往城隍庙的方向飞奔。原本躲在家中的村民们也纷纷涌出家门，他们之前隔着窗户也瞥见了空中的金光，如今听了青年的证实，更是对城隍显圣之事深信不疑。赶到庙宇后，陆征一马当先冲入大殿，当看到香案之上那尊神像竟然变得焕然一新时，他瞬间僵在原地，双眼惊愕地瞪得溜圆。紧随其后的苏哲几人同样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一个个惊得张大了嘴巴，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要知道他们不久前才来过这里，那时神像还满是灰尘污垢，哪里像现在这般神采奕奕。随后赶到的村民们围拢过来，目睹此景，纷纷双膝发软，扑通扑通地跪倒了一片。此刻，一位老人擦去脸颊激动的泪水，颤声道：传说古代城隍爷多次显灵时便有此等异象，你们快看，神像的五官如今变得如此清晰，这是神明要显化真身了。说话的老者名叫马敬山，已是古稀之年，在福安村里是位极具威望的长辈。既然是他开口，众人自然深信不疑，纷纷准备上前上香叩拜。然而还没等靠近，就被马敬山伸手拦住：且慢，这样可不行，祭神是有规矩的，古时祭祀讲究3生5处，咱们虽说条件有限，办不到那么隆重的排场，可也不能两手空空，连点祭品都没有，那岂不是太怠慢城隍爷了？听闻此言，村民们这才如梦初醒，毕竟这庙荒废太久，大家一心只想磕头求拜，竟险些忘了供奉祭品这茬，确实是老糊涂了。有村民不解地问：马大爷，那咱该备些啥？马敬山思索片刻道：别耽误时间，大伙儿赶紧回家看看县城有什么，每户人家至少得凑出3、5个硬菜，再带上一瓶好酒。至于黄纸香烛，家里有多少就拿多少，动作快点，待会儿咱们一起举行集体祭祀。村民们听罢一哄而散，急急忙忙地跑回家筹备去了。听到这番安排，我不禁扬起嘴角，祭拜的规格越高，我所能汲取到的信仰之力也就越发纯粹，即使比不上3生5处，只要有正经韭菜供奉，收益也能翻上好几倍。幸亏有个懂行的，否则这次显灵可就亏本了。待村民散去后，陆征满脸好奇地凑到马敬山身侧，态度颇为谦逊地开口请教：老人家，如今拜神还有这般繁琐的讲究？马敬山闻言，面色郑重地点头道：那是自然，城隍显灵必须得受万民敬仰才行。旁边的陈默犹豫片刻，终究没忍住插嘴：大爷，让每家都弄一桌韭菜，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马敬山瞬间板起脸，眼神不悦地瞪着陈默呵斥道：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懂个什么？古时候行大礼祭祀，不仅要有牛羊猪等牲畜，还得供奉玉帛礼器，甚至要配上舞龙舞凤舞狮这种大排场，那时还得请锣鼓队热闹一番。如今我们只是给神爷备几道菜，哪里算得上浪费？况且是我们自愿供奉，与你何干？被这么一抢白，陈默脸瞬间涨得通红。他自然也是信奉城隍的，也乐意献上贡品，只是全村这么多户人家都端来韭菜，怕是要把庙都堆满了。神像又不会吃喝，这不是糟蹋粮食是什么？若是富贵人家也便罢了，可这福安村里住的都是朴实村民，如此铺张实在让他觉得有些不妥。陆征明白陈默也是出于好意，赶紧出来打圆场：老人家您消消气，这孩子不懂事不知规矩，让您见笑了。马敬山斜睨了陈默一眼，这才摆手道：罢了，不跟他计较，但小伙子你得记住，话不可乱讲。放在古代，城隍爷那是受过朝廷册封的正神，若敢不敬，可是要遭罪受罚的。陆征听闻此言微怔，随即拱手问道：大爷，如今这世道早就没了皇帝，城隍爷的神威不受影响了？马敬山笑着解释：这你就不懂行了，所谓的册封不过是个形式，
是，真正的含义是君王代表天下万民认可了这尊神。陆征心中豁然开朗，原来关键在于名正言顺的认可。那他是否也能申请让安陵氏官方为城隍证明赐封？若能如此，便能号召全安陵氏的百姓都来祭拜供奉，让城隍爷名扬四方。正思索间，耳麦里突然传来急促的呼叫声，呼叫第8分队。陆征神色骤变，连忙向马敬山拱手致意，随即快步走到一旁接听：“我是第8分队陆征，收到，请讲。安陵市第3人民医院突发灵异状况，请立即前往支援。收到，马上出发。”切断通讯后，陆征迅速召集苏哲等队员，有紧急任务，立刻出发。苏哲回头望了一眼城隍神像，脚步有些迟疑，似乎不舍就此离开。陆征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宽慰道：“我们是去斩妖除魔，城隍爷明察秋毫，绝不会怪罪。”语毕，他双膝跪地，对着神像重重地磕了个头，虔诚许诺：“城隍爷在上，待我们完成任务，定备上好酒好菜前来谢罪祭拜。”同一时间，身为安陵市办事处局长的顾秉也迅速针对城隍的调查工作下达了指令。他命令1队和3队排查全市监控录像，搜寻是否有急遇鬼者的踪迹；2队则即刻出发前往城隍庙进行侦查。接到上级指令后，许清渊望向天际泛起的微白，收敛起面容上的倦意，当即率领第2分队奔赴位于郊区的城隍庙。此时的城隍庙中，无论是香案还是地面，都排列着上百道热气腾腾的菜品，几乎将整座大殿的空间填得满满当当。眼下，马敬山领着村里的男女老少伫立在庙门前，他双手恭敬地举着香火，沉声开口道：“等下行礼祭拜之时，各位务必要心诚，唯有诚心诚意，城隍爷才会真正保佑咱们。行了，开始吧。”话音刚落，马敬山便带头跪在蒲团之上，身后的村民也纷纷屈膝跪地，效仿着他的姿态，双手高举香火，目不斜视，不敢有丝毫乱动。紧接着，马敬山高声诵读起来：“城间社稷，安境赖神光以护佑赤子，黄固金汤，百姓仗圣化方为黎明。今日福安村马敬山带领全村老小，兴奉正道神威，城隍诚恐，在此顿首叩拜，恭敬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平安庇佑。”诵读完祝祷文后，马敬山点燃手中的黄纸，投入旁边的火盆里，伴随着村民们不断添加纸钱，盆中的火焰熊熊燃烧，越窜越高。随后，马敬山又将手中的香烛点着，领着村民们站起身来，把香烛齐齐插进那巨大的香炉里。紧接着，众人退回原位，再次集体跪下，伴随着马敬山的3声高呼，全村人对着神像恭敬地磕了3个响头。当村民们完成这一系列仪式后，我便瞧见一丝丝青色的微光从那些贡品里缓缓飘散而出，随即化作一道道金色的信仰之力，钻入神像，融合进我的体内。顷刻间，我便察觉到这股信仰之力显然比之前王满仓一人提供的要精纯得多，数量上甚至翻了好几倍。这究竟是为何？还没等我琢磨透彻，我便感到在混沌功德诀的运转之下，自身的功德金身愈发凝实。看着不断飘出的能量，我忍不住对着贡品用力一吸，刹那间，密集的信仰之力喷涌而出。此刻，刚抬起头的村民们也惊讶地发现，火盆里猛地窜起足有1米多高的火苗，瞬间便将那些还没烧完的黄纸通通化作了灰烬，甚至插在香炉里的香烛也在眨眼间烧掉了一大半。村民们不禁瞪圆了双眼，更令他们震惊的是，那上百盘原本热气腾腾的菜肴，竟在转瞬间彻底凉透。此时，马敬山激动地爬了起来，结结巴巴地高呼道：“这是城隍爷对咱们的贡品很满意，他老人家显灵享用了。”听闻此言，原本跪在地上的村民们一个个更是激动万分，把头磕得砰砰作响，求城隍爷保佑俺全家老小平安，日后我定会常来拜祭您老人家，绝不让这城隍庙再断了香火。在村民虔诚的祈愿声中，我也感到冥冥之中的瓶颈被冲破，功德金身再升一级，踏入了从7品的境界。只可惜提升也就到此为止，没能继续突破。不过我也恍然大悟，之所以能顺利晋升到从7品，全因这是福安村村民的首次集体祭拜，故而在天地的反馈下，信仰之力才会成倍增长。而我刚才已将吸收的能量消耗殆尽，若想突破至正7品，所需的信仰之力远超从前。信仰之力毕竟不同于功德之力，虽说凭借混沌功德诀，我亦能借此淬炼金身，但修炼越往后，需求的量便越发庞大。从7品升至正7品，至少需10万缕信仰之力，可福安村仅有100多号人，即便日日祭拜，每天也仅能提供1缕罢了。即便这信仰之力再精纯，想要以此维持快速晋级，这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倒不如想办法广纳信徒，或者琢磨琢磨如何多获取一些功德之力。正思索间，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提示音：“宿主获得福安村村民认可，触发特殊签到，是否进行？”我眼中闪过一丝喜色，默念道：“签到，签到成功，恭喜获得城隍印玺。”听到这话，我呼吸不由得一滞，这印玺可是身份的象征，这意味着我如今已获认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城隍爷。只要手握此印，便能行使城隍的一切权柄，无论是签订契约，还是册封麾下的阴司属官，皆不在话下。既然是源于福安村民的认可，才让我触发了这次特殊签到，拿到了这枚城隍印玺。若是我能获得官方层面的认可，又会是何种光景？但我没再深想，毕竟那些事情对现在的我而言，还是有些过于遥远。我心念微动，抬起右手准备接下这方印玺。就在抬手的刹那，我感到以手掌为中心，周遭的空气竟全部剧烈扭曲起来。紧接着，缕缕玄黑色的气息凭空浮现，好似百川归海般汇聚成浓郁的幽冥之气，瞬间笼罩在城隍庙的上空。顷刻间，庙宇上方乌云压顶，方圆100里内刮起一阵骇人的
飓风。听着庙外呼啸的动静，福安村的村民们吓得瑟瑟发抖，裹紧衣裳蹲在地上，互相紧紧挤作一团。与此同时，安陵市内所有的遇鬼者都不约而同地抬头望向福安村所在的方位，似乎都感应到了那股非比寻常的气息。刚刚抵达城隍庙附近的许清渊以及第2分队的队员们，也不由得纷纷停下了前进的脚步。众人满脸惊愕地注视着城隍庙这恐怖的天象异变，而身处庙内的我，此刻也是一脸的错愕。我万万没想到，凝聚一枚城隍印玺竟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动静。就在此时，盘旋在半空的幽冥之气疯狂地涌入大殿之中，最终在我的掌心汇聚，凝结成一枚巴掌大小的黑色四方大印。这便是传说中的城隍印玺。随着印玺彻底成型的那一刻，所有的天地异象瞬间消散无踪，一切恢复平静，仿佛刚才什么都未曾发生过。但在场的村民都心知肚明，刚才的一切绝非幻觉，确确实实是城隍爷显灵了。有人按捺不住激动的大喊出声。听到这嗓子，其余的村民也跟着兴奋地欢呼起来。定是因为咱们的祭祀起了作用，才引得城隍爷显灵。太好了，如今有城隍爷坐镇，咱们往后便再也不用惧怕那些妖魔鬼怪了。城隍大印凝聚之际所释放的威压，寻常百姓虽然毫无察觉，可身为遇鬼者的许清渊一行人却感知得异常真切。我发觉体内的厉鬼彻底平息了躁动。副队长陆白喉结滚动，带着几分难以置信的神色开口：前些日子我突破解封后，总觉得难以完全压制体内的鬼物，但这会儿我竟能完美驾驭了。每逢境界提升，伴随着力量的解锁，寄宿体内的恶鬼往往都会躁动不安。人类企图借用鬼怪之力，反之恶鬼也无时无刻不在觊觎宿主，妄图将其吞噬化作自身养分。然而就在方才那股神威席卷之时，他察觉到体内的鬼竟在战力发抖，根本不敢有丝毫造次。这也助他顺利完成了 C 级境界，从而实现了对体内鬼物的完美掌控。许清渊一言不发，只是目光仍旧紧锁着城隍庙那处虽显破败且满是修补痕迹，竟透着几分难得的祥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座残破不堪的古庙之中，竟能迸发出这般恐怖的威能。但他心里明白，刚才的一切并非幻觉。由于他晋级时日已久，感触倒不如陆白那般强烈。不过他亦清晰感知到，体内的鬼物正缩成一团。许清渊深呼一口气，语气难掩激动地吐出4字：一级巅峰。他能够笃定，方才城隍庙内涌现的那股气势，绝对已经真至一级巅峰的层次。身为 B 级遇鬼者当中的佼佼者，即便他目前的实力仅处于 B 级中段，却也具备与3阶高级厉鬼厮杀的资本，并且有极大胜算能将目标斩杀。然而 B 级与 A 级遇鬼者有着天壤之别，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跨越，恰如厉鬼蜕变为鬼将那般，无论力量、速度亦或是感知力，都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这尚非最恐怖之处，真正骇人的是，鬼将能把所有神通融会贯通，构筑出鬼域。身处鬼域之内，鬼将近乎不死不灭，处于伪无敌之境，极难被抹杀。而达到 A 级的遇鬼者，同样能依仗体内的鬼物凝聚出某种类似领域的场域，只是 A 级遇鬼者极难造就，能修至高阶者更是凤毛麟角，只因稍有差池，便会惨遭体内恶鬼的反噬。若是能突破级巅峰的瓶颈，便是 S 级。一级传说中堪比鬼王的存在，相较于鬼将，鬼王的破坏力堪称恐怖，举手投足间便可覆灭一整座城池。据他掌握的资料，在遇鬼者出现的100余年历史里，就曾爆发过10数次鬼王之乱，每回皆有成千上万民众殒命，遇鬼者阵营更是伤亡惨重。迄今为止，华夏的临海市以及北美的黑胶港仍旧是一片废土，宛若生人勿近的禁区，这于全人类而言，始终是无法揭开的伤疤。如今单是城隍庙外溢的气息，便已至级巅峰，那位城隍本尊又该是何等实力？他无从知晓，但能确信的是，城隍绝对拥有让鬼将都胆寒的神力，务必得尽快将此情报上报。脑中念头转瞬即逝，许清渊果断转身。闻听此言，陆白几人也暗自攥紧了拳头，神情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既有城隍坐镇，安陵市是否很快便能重归太平了？同一时间，城隍庙的大堂内，我满脸喜色的紧盯着系统界面，只见那官职一栏已然从原本的日游神跳变成了城隍，这便意味着此刻我已是货真价实的城隍爷了。没过一会儿，系统那清脆的提示音再度传来：今日尚未进行签到，是否立即签到？我目光变得火热起来，今日当真是喜事连连啊！也不晓得这回的签到又能开出什么稀罕的好宝贝。签到成功，恭喜获得城隍阴司府！我不由得愣了神，急忙翻看系统的详细说明，这才恍然大悟，这城隍阴司府并非坐落于阳世，若说是处于地下也不太确切，更精准来讲，应当是独立于此方世界之外的一处特殊空间。至于这阴司府的用途，说穿了，便是供城隍与麾下鬼神休憩、审理案件以及日常起居的场所。虽说眼下我手底下尚无阴差可用，不过既已执掌了城隍印玺，我便拥有了亲自敕封阴差的权利。这样看来，这座城隍阴司府岂不是正好能派上极大的用场了吗？我心念微微一动，直接选择了领取。刹那间，我便察觉身后凭空显现出一个漆黑的漩涡，那正是通往城隍阴司府的大门。我抬脚跨入那漩涡通道之内，紧接着眼前景象骤变，只感觉周遭的天色瞬间变得昏沉暗淡。一座气势恢宏的大殿赫然矗立在前方，高悬的匾额之上，龙飞凤舞的题写着镇灵殿3个大字。我快步迈入殿内，这镇灵殿占地极广，依着古代的制式，应当属于3进3出的庭院格局。只是如今所有房舍皆是空荡荡的，显得格外冷清寥落。好在身为这城隍府邸的主人，我深知自己不但能对这片空间进行改造，还能随心向其中
添置各类物件。于是我意念流转间，整座府邸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观。各式桌椅案几、亭台楼阁与水榭回廊纷纷显现，既有专门用于办公的书房，也有休憩安寝的卧房。我端坐于椅上，眺望着庭院内雅致的景致，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虽说因缺乏阳光照耀，整座大殿瞧着仍旧有些阴沉压抑，但相比起方才的死寂，此刻已然多了几分生气。此时我随手凌空一招，一卷古色古香的书册便落入掌中。这正是晋升城隍后所特有的法器城隍簿。我翻阅起城隍簿，没多久便洞悉了它的妙用，既能记载城隍辖区的大小事务，又能统筹香火功德的积攒，处理信徒祈愿，甚至其上还录入了不少实用的小法术。片刻之后，我合拢书卷，双耳微微一动，便有一阵阵祷告之声连绵不断的传入耳畔。那正是身处城隍庙内的福安村村民们在祈福，所念叨的大抵都是些期盼平安顺遂的心愿。我思索片刻，抬手调动信仰之力，凝聚出一本祈愿簿。自从晋升为城隍后，我的管辖范围已再度扩张至方圆千里，将大半个安陵市都囊括在内。我也正想出去走上一遭，亲眼瞧瞧如今的安陵市究竟是何番模样。虽说眼下福安村并无危机，但我若是一走了之，这些祈愿者的心声便无人聆听处理。如今有了这本祈愿簿，便能自动收录信徒们的愿望，倒也方便我回来之后再细细查阅。念及此处，我起身步出书房，将侧旁的一间屋子改造成了专用的听愿阁，随后便将手中的祈愿簿安置在了阁中。接着我动身离了阴司府，心念转动间，转瞬间便降临在安陵市郊外的一条小径上。刚迈出2步，我抬起右手端详，发觉自己的神魂比其往昔愈发凝练厚实，既与常人无异，很不错。我嘴角勾起一抹笑意，迈着悠闲的步子，不紧不慢地朝着安陵市方向行去。此时，整个安陵办事处内部一片哗然，省总局的专员竟然亲临现场，而他们此行并非为了旁视，纯粹是因为我先前凝聚城隍大印时引发的动静实在过于惊世骇俗。会议室内，顾秉文正面对着来自省总局的李建邦部长以及研究组长温敬言、作战部长霍霄等一众高层领导。他谨小慎微地将许清渊先前发回的情报巨细无遗地重新复述了一遍。听罢顾秉文的陈述，来自总局的众位大员同样感到极度震撼。温敬言更是情绪激动地豁然起身，向顾秉文追问道：“顾局长，你能确信那是城隍本尊吗？”顾秉文深吸一气，笃定地点头道：“没错，结合此前发现的种种蛛丝马迹，我们可以100%确认就是城隍显灵。”温敬言猛地一掌拍在桌案上，满面红光地喊道：“我就晓得神灵绝对存在，苦苦追寻多年，总算得到了神明的确切讯息。”闻言，顾秉文眼中却划过一丝疑虑，不禁开口询问道：“温部长，既然神灵此前从未现身，为何此刻突然降临？莫非真的迎来了神话复苏？”温敬言按捺住激动的思绪，沉吟数秒后，才缓缓开口解惑：“依据我们多年的调研，可以清晰看出，200年前世间仍存有神灵踪迹，然而在150年前，关于神明的记载便彻底断绝。也就是那时起，全球各地鬼魅横行，祸乱人间。据古籍中的蛛丝马迹推测，神灵或许被某种力量抹除，亦或是陷入了沉眠，而这股未知的力量极有可能与当下的百鬼肆虐息息相关。但这背后具体发生了什么，古籍未曾记载，我们目前也毫无头绪。如今城隍现世，便预示着神话复苏的开启，或许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神之降临人间。”听闻这些新秘，安陵办事处的众高层心中暗惊，原来这其中竟隐藏着如此多的隐情。此时霍霄抬眼看向顾秉文，突兀发问道：“顾局长，你能肯定那城隍庙爆发出的气息仅有一级巅峰吗？”顾秉文微微一怔，随即迅速回应道：“没错，负责探查城隍庙的是许清渊，霍部长您应当清楚他的探查能力。不过当时他并未深入庙内探查，仅是在外围观测，因此无法对城隍的真实战力做出精准评判。”闻言，霍霄眉头紧锁，看向温敬言：“老温，我印象中神明的实力应当不至于如此低微吧？”温敬言略作迟疑道：“据古籍考证，神灵深不可测，具体层级虽无法量化研究，但理应远超一级巅峰。但这或许是城隍出行所致，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这位城隍并非旧神复苏，而是新诞生的神之。”顾秉文听得一头雾水，不是说神话复苏吗？怎地又变成了新神？温敬言瞧出了顾秉文及安陵办事处众人的不解，便出言解释道：“所谓神话复苏，并非指旧日神灵重生，而是指如今的天地能量已足以支撑神灵的存在。据古籍记载，神分先天与后天，城隍属后天神之，是因汇聚了百姓的认可与信仰才得以成神。也就是说，你们口中的这位城隍，极有可能是顺应民众祈愿，加之外部环境契合，才刚刚诞生的新神。若真如此，这位神灵目前的灵智尚不开化，且需要极其漫长的岁月来成长。”未等顾秉文等人完全消化这些信息，便听霍霄重重敲击桌面，众人目光顿时汇聚于他身上。只见霍霄转头盯着温敬言道：“若我记忆无误，古籍曾载，借官府之威，可夺摄神位取而代之。”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夺摄神位，霍部长的胆量未免太大了，他怎敢有此念头？霍霄却对众人的惊愕神情视若无睹，自顾自地说道：“神灵无情无欲，我们无法确保对方定会与我们站在同一阵线。倘若我们将神灵替换成自己人，岂不就能将其掌控？老温，这难道不正是你们致力研究的造神计划吗？”听闻此言，温敬言的面色瞬间煞白。霍部长，所谓的造神计划与你口中所言大相径庭，我们仅仅是在尝试能否利用能量唤醒沉睡的神灵，亦或是利用某种力量塑造一位真神，绝非是对神灵进行夺摄。霍霄随意摆摆手，漫不经心地说道：“只要最终结果一致，过程如何又有什么关系？”温敬言怒目圆睁，厉声道：“这怎能混为一谈？简直荒谬至极！那可是神灵，神威岂容侵犯？”霍霄嘴角泛起一丝冷笑：“什么不可侵犯？这世道，求神拜佛倒不如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他正欲开口再辩，耳畔却传来了李建邦深沉的话语：“霍部长，你的用意我知晓，但你须明白，眼下神话时代才初露端倪，若因鲁莽行事引发意外，谁能担此重责？况且依顾局长所言，至少目前来看，城隍庇佑苍生，算是我们的盟友，不是吗？”
行了，此事休要再提。眼见提议被驳回，霍萧虽眉头紧蹙，却也未再多言。会议照常进行，造神计划虽未再被搬上台面，但这则惊人的消息却在暗地里不胫而走。与此同时，就在我踏足安陵市地界的那一瞬间，身上的装束便已焕然一新。毕竟我并非真正的古人，而是一个来自异界的穿越者，自然不会傻乎乎的穿着长袍大褂在街头招摇过市，徒惹路人笑话。换上一身现代休闲装束的我漫步在街道上，突然鼻尖微微耸动，好香的味道。我顺着那诱人的美食气息寻了过去，没过多久便找到一家包子铺，跟老板要了2个热腾腾的包子，随即狠狠一口咬下，大肆咀嚼起来。鲜嫩的汤汁瞬间在口腔中爆开，这种美妙的滋味跟吸食香火贡品截然不同，让我忍不住发自内心的感慨，做人的感觉真爽啊！待我悠闲的逛够了之后，天色也逐渐暗沉了下来。就在此时，2道鬼祟的身影悄无声息地摸到了福安村的村外，其中一名男子怀抱着满是图腾刺青的手臂，面相看上去极为粗野狂放，正如他的名字雷杰一般，一听就绝非善类。他朝着城隍庙所在的方位贪婪地深吸了一口空气，语气中透着难以掩饰的兴奋。过去了这么久，竟然还残留着如此浓郁纯正的幽冥之气。苍厉，看来你所言非虚，那城隍真的存在。随即他转头看向身旁那名长相阴柔的男子，一脸感慨地叹道：没想到啊，自100年前鬼怪复苏之后，神话时代也终于要降临了。150年前鬼物复苏，彼时百鬼夜行，妖邪肆虐，那段岁月被世人称之为恐怖降临的时代。在那50年间，人类惨遭鬼怪屠戮，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大地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土壤，那是人类历史上最至暗的时刻。直到100年前，在人类前赴后继的不断探索下，才终于诞生了遇鬼者这一群体。他们成为了拯救世界的曙光，让人类真正掌握了对抗异类的能力，不再是待宰的羔羊。仓里发出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音效。神话复苏的时代，这正是属于我们的良机。如今的遇鬼者看似一个个实力强横，但在真正的神灵面前又算个什么东西？可如果我们能趁机夺舍神位，化身为神，那这个时代将由我们来主宰。没错，雷杰垂在大腿两侧的双手猛然攥紧，眼眸中燃烧着灼热的野心。如今那位自称冥界之主的 SSS 级通缉犯，当初不就是因为抓住了鬼怪复苏的先机才得以称霸吗？要是我们也能够抓住这神话复苏的契机，必然能站在世界的顶端，掌控整个乾坤。神话复苏，这是一个天大的机遇，谁能将这个机会握在手中，谁就能成为未来真正统治世界的霸主。而眼下这个机会就摆在面前，夺舍城隍，遇鬼者再强，也会因为资质受限而止步不前，最终无法晋级。可神灵不一样，神灵的资质没有上限，只要能成功夺舍，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就能成长为媲美鬼王般恐怖的存在，甚至在未来还有可能超越那个层次，成为世界真正的主宰。试问这样的诱惑，谁能不动心？就在这时，一旁的仓力忽然感应到周围的鬼气变得浓稠起来，阴风呼啸，吹得四周的草木疯狂摇曳。来了，仓力阴森森的笑道，还真是够热闹的，不光是各路遇鬼者，就连附近的鬼屋也都凑过了，咱们不妨坐山观虎斗，看场好戏。说完，仓力向后退了2步，将自己的身形彻底隐匿在了树影婆娑之中。雷杰眼中并未流露出意外之色，而是抬头眺望远处，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哪怕这城隍只是出生，实力尚浅，但也远比一般的遇鬼者要强悍得多。贸然出手，不过是自寻死路。既然来了这么多人替死鬼，他们自然可以坐收渔翁之利。紧接着，雷杰的身体瞬间如同一滩软一般瘫落在地，化作黑色的粘稠液体渗入泥土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城隍庙上空的圆月仿佛染上了一层血色，显得有些朦胧虚幻，但在那隐约的月光下，依旧能看清城隍庙四周的乱葬林中，人影与鬼影交错闪动。没过多久，终于有一个长相怪异的遇鬼者率先钻出了树林。这人半张脸与常人无异，另半张脸却高度腐烂，看起来极其诡异惊悚。他舔了舔嘴唇，眼神兴奋地盯着眼前的城隍庙，低吼道：城隍是我的，谁都别想跟我抢。听到这话，旁边树林里刚钻出来的身影冷冷说道：鬼面，你以为你算老几？想要夺舍城隍，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实力？鬼面转身一看，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面色惨白，宛如死尸般的男子，瞳孔不由得微微一缩。下一秒，他却讥笑道：怎么？难道你荒师就有这个本事不成？荒师淡淡回应：至少我比你强。鬼面刚想开口反驳，身后的树林里却传来一声娇媚入骨的笑声。两位何必在这里逞口舌之快呢？两人眉头一皱，纷纷回头望去，很快便看到一个身材火辣妖娆的女人从林中飘然而出。轻舞一边把玩着发丝，一边笑道：神灵可不是那么容易夺舍的，咱们还得联手才是。至于事成之后谁能夺舍，咱们再各凭本事。听到这话，鬼面和荒师对视一眼，虽然仍有警惕，但还是心照不宣地达成了共识，先联手拿下城隍再说。漫步在安陵市的街头，我手里拿着刚买的烤串，一边品尝一边惬意地拍着有些撑的肚皮，一脸满足。尽管身为城隍爷，早已辟谷无需进食，可品尝人间美味依旧是我最为珍视的乐趣所在。夜幕下的安陵市繁华喧嚣，霓虹闪烁，比起我那冷冷清清的城隍庙，这儿可真是有趣太多了。接下来的时间如何打发呢？去酒吧坐坐。念头刚起，我却突然皱紧眉头，猛地止住了步伐。既然身为受福安村百姓香火供奉的城隍，我对那片土地有着绝对的感知力，方才那几人的密谋自然也落入了我的耳中。竟妄想夺舍神位，我的目光瞬间冷冽下来。这群家伙胆量不小，只可惜他们搞错了一个关键点。城隍之位乃是集万民信仰而立，岂是随便哪个人想要夺取就能轻易得逞的？聚集在庙外的这批遇鬼者，其气息与陆征那一伙人有着天壤之别。这些人周身煞气冲天，怨气极重，显然手里不仅沾着鬼物的血，更背负着不少人命，定是极恶之徒无疑。这般凶徒又
怎配得享人间香火，成就神位？虽不知他们是从何处得知的夺舍秘法，想窃取神权谈何容易？更何况仅凭这18个地级货色加上30多只厉鬼就想成事，简直是白日做梦。我遥遥望向城隍庙所在的方位，嘴角不由得扬起一抹森冷的弧度。恰好我那阴司府邸还显空旷，正缺些阴差办事，即使他们主动送上门来，我便也不客气，统统笑纳了。念及此处，我右手轻抬，那方漆黑深邃的城隍印玺旋即在掌心浮现。随着我意念微动，印玺内部骤然涌出一股磅礴的幽冥气息，这股力量慢慢汇聚成2道人形轮廓，随后降落在我身前。左侧那一位身着惨白长袍，身形枯瘦修长，面色煞白如纸，长舌垂落胸前，高耸的官帽上书写着一件生财4个大字。右侧那位则是一身玄黑官服，身量比旁人矮了半截，面目狰狞凶恶，透着股狠厉劲。官帽上同样刻着天下太平4字。这2位便是大名鼎鼎的勾魂使者黑白无常，乃是我掌管城隍印玺后解锁的神通，可借幽冥鬼气幻化出座下阴神。虽说眼前的并非2位阴帅本尊，但有着城隍印玺的神力加持，其战力也足以匹敌及遇鬼者，用来收拾那群宵小之徒和鬼物绰绰有余。我注视着2将，沉声下令：黑白无常听令，今赐你2人城隍法印，命你等斩杀作乱的遇鬼者，勾其阴魂，缉拿在场所有鬼邪。2将齐声应道：谨遵城隍法旨。与此同时，城隍庙周边随着众多鬼魅的逼近，阴森的鬼气愈发浓郁狂暴，林间的气温急剧骤降，寒意逼人，就连村里的福安百姓也察觉到了这股不同寻常的异样。门外隐约飘来凄厉的哭嚎与阴恻恻的怪笑，听得村民们个个汗毛倒竖，头皮一阵阵发麻。有胆大的村民凑到窗边向外张望，只见庙外的密林中泛着幽幽绿光，那景象简直瘆人到了极点，吓得那人瞬间缩回脑袋，慌忙跪倒在地，不住地向城隍爷叩首，祈求神明保佑平安。只是他们肉眼凡胎，看不见那些面目狰狞的遇鬼者，感受到周遭鬼物越聚越多，以及那些按捺不住的同行。鬼面终于按捺不住性子，转头看向身旁的青武与荒师，催促道：还不动手？难道非要等旁人捷足先登不成？此番前来的鬼物数量虽众，却多是些初中级的厉鬼，对于拥有 B 级高阶实力的他而言，根本不足挂齿。棘手的是，这次来了不少遇鬼者，且基本都有 B 级水准。若这些人联手，即便是他也未必能占到便宜。况且他对青武和荒师的底细并不清楚。荒师面无表情地瞥了鬼面一眼，眸底划过一丝不加掩饰的嘲讽。旁边的青武也收起了平日的媚态，眼神凝重地环视四周，压低声音道：还有人未止，连咱们 B 级都能收到风声，怎么可能没有 A 级强者现身？这其中必有蹊跷。鬼面嗤之以鼻，还等什么？真要有 A 级强者来了，哪还有咱们的份？你们愿意等就等吧，恕不奉陪。话音刚落，他脚下猛一发力，直奔城隍庙而去。荒师与青武顿时眉头紧锁，虽嫌鬼面鲁莽，但他此言非虚，一旦 A 级高手介入，他们恐怕连汤都喝不上，机不可失。随着这3人一动，原本潜伏观望的厉鬼与其余遇鬼者也纷纷按捺不住，争先恐后的朝城隍庙涌去，生怕落于人后。感受到身后的躁动，鬼面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冷笑，脚下再度发力，速度暴增。只要没有 A 级强者，谁能是他的对手？眼看就要冲至庙门前，那原本紧闭的大门却哗的一声自行敞开，入眼虽是灯火通明，大堂内却空无一人。鬼面眉头微皱，只以为是那星神在装神弄鬼，并未将其放在心上。谁知下一瞬，耳畔突兀地响起一阵诡异的铃铛脆响，鬼面身形一僵，猛地刹住了脚步。他只觉得浑身汗毛倒竖，心头警铃大作。铃声响起的刹那，灵魂深处竟传来阵阵撕裂般的刺痛，仿佛魂魄要被强行剥离体外，就连体内的鬼物也开始变得躁动不安，隐隐有失控之势。鬼面神色大变，满眼警惕地扫视着四周。那些同样冲向庙门的遇鬼者，也出于本能地察觉到了致命的危险，纷纷硬生生地停下了步伐。另一侧的厉鬼们更是猛然定住身形，脸上写满了惊恐与慌乱。与遇鬼者的感受不同，这铃声对鬼物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令他们焦躁难安，灵魂深处涌起一股想要飞蛾扑火般冲过去的冲动。就在这死寂的关头，那摄人心魄的铃音再度悠悠响起，城隍庙大门前骤然显现2道身形，一袭黑衣，一袭白袍，手中各执一根哭丧棒，透着森森鬼气。见此情形，鬼面喉结滚动，顿觉口干舌燥。站在他身后的青武亦是瞳孔猛地收缩，满脸惊愕，竟是传闻里城隍麾下的黑白无常。他完全探查不到这2位的气息，更无法窥测其实力深浅。然而就在此时，直觉告诉他，自己绝非这2尊来自幽冥的杀神的对手，并非只有青武生出此胆，其余的遇鬼者乃至周遭蛰伏的厉鬼们，皆有同样的心惊之感。众人下意识向后退去，可早已迟了。只见黑无常跨前一步，满面煞气的厉声喝道：尔等邪祟，竟敢在城隍庙门前放肆，自寻死路！话音未落，他左手猛地挥出，那漆黑的锁魂链如毒蛇般袭向离门最近的鬼面，瞬间将其死死缠绕。鬼面试图挣扎，却发觉躯体僵硬无法动弹，连体内的鬼物都切断了联系，无法照出。糟糕！鬼面神色骤变，刚张口想要向荒师与青武2人求救，却见黑无常猛然发力一转，竟生生将鬼面体内的鬼物连同其阴魂一并拖拽了出来。目睹这惊悚一幕，青武与荒师面色巨变。要知道鬼面乃是 B 级高阶强者，在这黑无常面前竟如待宰羔羊般毫无招架之功，这2位的实力定是极无疑。脑中嗡的一声炸响，2人此刻唯一的念头便是逃。2人不再多言，转身便朝远离城隍庙的方向狂奔。同一时
时间，周围潜伏的那些遇鬼者与厉鬼也是一片哗然，纷纷作鸟兽散，四下奔逃。众人是为了夺取神位而来，绝非来送命的。眼见连 B 级高阶都毫无反抗之力，他们若还逗留，必是死路一条。叮铃铃，那阴森诡异的铃声再次回荡。只见白无常手中正不停摇晃着那根摄人心魄的哭丧棒，随着每一次晃动，黑无常手中的哭丧棒铃铛亦随之发出共鸣回响，震荡虚空。那怪异刺耳的铃音相互交织，声浪愈发宏大，节奏也愈发急促，令人心神大乱，令一众厉鬼身躯僵直，动弹不得。这究竟是何魔音？该死！快停下来！快住手！原本嚣张跋扈的厉鬼们，此刻皆惊恐万状地捂住双耳，试图阻隔这铃音，但这徒劳无功。那声音径直透鬼体深处。虽说遇鬼者的实力要比寻常厉鬼强悍许多，但在这一刻，他们同样备受煎熬，痛苦不堪。本已逃向远处的荒尸骤然停下脚步，双拳死死攥紧，额角青筋暴起，显得极为痛苦。他只觉一条粗大的锁链正紧紧勒住身躯，疼。本该丧失痛觉的他，此刻竟感到钻心刺骨的剧痛，宛若烈火焚身，疯狂灼烧着他的灵魂。荒尸眼中满是惊恐，猛地望向前方不远处的青武，声嘶力竭地吼道：“青武，救我！”听闻身后的惨呼，青武只觉一股寒意直冲天灵盖，他根本不敢回头，脚下的步伐更是不敢有半分停歇。岂料下一秒，耳畔陡然炸响一声爆喝，震！青武瞳孔骤缩，瞬间感到一阵眩晕，好似头顶有万钧重物压下。下意识地仰头望去，只见一方黑色大印赫然悬于头顶，迎风暴涨。那印玺漆黑如墨，却又剔透晶莹，隐约透射出带血色的诡异月芒。当他目光触及印玺之时，只觉一股磅礴浩瀚的威压轰然爆发，将他死死镇压在原地，动弹不得，宛若帝王亲临凡尘。紧接着一声轰鸣巨响，城隍印玺之上幽冥之气狂涌，青武顿感灵魂深处传来一股剧烈的撕扯剧痛，他骤然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竟盖过了周遭厉鬼的哀嚎。此刻，那十几名遇鬼者皆是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盯着青武。只见他那被强行扯出的阴魂拼命挣扎，却在眨眼间被压缩成一团光球，径直被吸入了那黑色印玺之内。那究竟是何物？无人应答，众人耳畔为余下牙齿打颤的咯咯声响。完了，我们逃不掉了！有人绝望地嘶吼出声：“该死，跟他们拼了！咱们人多，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若是不拼命，大家都得死在这里。”一起上！众人眼中闪过一抹决绝之色，准备做困兽之斗。须臾之间，3位 B 级高阶强者便全军覆没。他们根本没有逃脱的可能，唯有死战，唯有殊死一搏，方能博得一线生机。随即，便见剩余的那十几名遇鬼者纷纷调转方向，朝着黑白无常猛扑而去。远处，重新聚合成人形的雷杰，满眼骇然，死死盯着悬浮于庙宇之上的漆黑大印，压低声音喃喃自语：“这法印竟如此恐怖。”身侧的苍厉眼底亦浮现出深深的惧意，目光扫向那些此刻正与黑白无常陷入混战的遇鬼者，随即咬紧牙关，狠声道：“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这是最后的一线生机。天协会的家伙，你还要继续旁观吗？”闻听此言，雷杰心头猛地一震，急忙戒备地环视周围动静。所谓天协会，并非单指某位遇鬼者，而是一个全由遇鬼者构建而成的神秘组织。该组织行踪诡秘至极，无人知晓其成员几何，更没人摸清其据点所在，就连其实力深浅也始终是个谜团。唯一能确信的是，其中藏匿着众多被列为 S 级通缉犯的凶徒。紧接着，雷杰便瞥见一名留着短发的年轻男子，缓缓从侧方的密林深处踱步而出。这青年外表平平无奇，宛若随处可见的普通大学生，但雷杰目睹此人却不敢有半点怠慢，只因对方来自天协会。瞧见来者，苍厉双眼微微眯起，冷声道：“王厉，真让人意外，天协会竟会派你前来。”雷杰瞳孔骤然收缩，这名字虽不起眼，但这人却是极度恐怖的存在，其过往经历绝非表面看着那般简单。据传王厉手中沾染了上百条人命，曾遭医管局重兵围剿，结果3名 B 级高阶遇鬼者竟离奇失踪。自那一役，王厉便销声匿迹，淡出大众视野，连官方机构也对其束手无策。王厉神色淡漠地瞥了苍厉一眼，可当视线触及城隍庙时，目光瞬间变得凝重。苍厉阴森森地开口：“王厉，那黑印的威能你也见识了，即便是你，恐怕也未必能扛得住。若想成功夺取神位，必须先解决这2条守门恶犬。若再拖延，等人死光了，可就彻底没戏了。”王厉脸色微沉，静默数秒后缓缓出声：“白无常归你们牵制，黑无常由我对付。”城隍庙门前，受那城隍法印的强力镇压，一众厉鬼仿佛被定住般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白无常手中的勾魂链洞穿魂魄，将他们像糖葫芦般一个个串联在一处。锁链之上附着的灼热剧痛，即便这些已化厉鬼的凶物也难以忍受，发出阵阵凄惨的呜咽。另一侧，黑无常挥舞着锁魂链上下翻飞，宛若一台无情的收割机，疯狂收割着在场的阴魂。眨眼功夫，十几名遇鬼者仅余8人存活。此刻庙外虽不见血流成河，却依然如同一处令人胆寒的死亡境地。突兀的，幸存的8人察觉周遭鬼气骤然浓郁，那股狂暴的阴煞之气竟压过了城隍庙周遭弥漫的幽冥气息。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一道庞大的黑影重重砸落在众人跟前。8人下意识仰头望去，只见那身高2米的巨汉通体漆黑，仿若烈火焚烧后残留的焦炭，在那焦黑的表皮之下，似乎还有滚烫的岩浆在缓缓流淌，周围温度显著攀升。感受到这股灼人的热浪，原本深陷绝望的众人眼底重新燃起了一抹希冀的光芒。这变换出的巨人正是王厉，却又非原本的他，而是与体内鬼物彻底融合后展现出的半人半鬼终极形态。王厉并未即刻出击，而是将目光投向白无常方位。只见对方脚底的泥土突然开始诡异松动，雷杰化作的烂泥般黑色流质，顺着白无常的脚踝蜿蜒而上，迅速蔓延至其幻化出的躯体表面。瞬息间，白无常的身影凭空消失。然而就在再次显现的刹那，苍厉那鬼魅般的身形已然闪现至其身后，手中惨白的丝线顷刻间死死缠住了白无常的右臂。哭丧棒摇晃的铃音骤停，众厉鬼的呜咽声也随之消散。众鬼终于察觉束缚自
自身的锁魂链有了松动，一个个拼命挣扎，妄图从锁链下逃脱。见白无常受制，王丽瞬间暴起，每一步踏出都令大地颤抖，所经之处皆留下焦黑灼热的足印。黑无常神色一肃，急忙挥出勾魂锁，漆黑的铁链瞬间缠绕住王丽粗壮的臂膀。怎料这向来无往不利的魂器，竟被王丽瞬间强行崩断，碎片化作缕缕黑气归入上方印玺。王丽眉头微皱，顺手抓起一名附近的遇鬼者，狠狠朝着黑无常砸去。黑无常身形瞬闪避开，那名倒霉的遇鬼者重重摔在地上，发出痛苦的惨嚎。未等黑无常喘息，身形刚显，一只硕大的铁拳便迎面轰来。身形矮壮的他没有丝毫退缩，挥拳硬汉，轰隆巨响中，幽冥阴气与狂暴鬼气猛烈对撞，瞬间炸裂，恐怖的气浪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此刻，周遭那8名遇鬼者同时被震得口吐鲜血，血液洒落地面，瞬间化为诡异的黑红之色。黑无常踉跄后退一步，口中喷出一股浓郁阴气，身形随之变得虚幻了些许。瞬息间，局势反转，王丽却未敢大意，再次跨步逼近。那巨大的拳头带着风声再度轰向黑无常。就在下一秒，一道冷冽至极的呵斥声钻入他的耳膜。放肆！话音落下的瞬间，王丽惊骇地发觉自己那势大力沉的一击竟如被冻结般僵在半空，任凭如何发力，也无法再寸进半分，甚至连收回手臂都做不到。刹那间，王丽汗毛倒竖，艰难地扭转僵硬的脖颈，向后望去，只见城隍庙门口伫立着一位青年，虽身着寻常休闲装束，看似与常人无异，但其面如冠玉，容貌竟与庙内城隍神像有90%相似，眉宇之间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神圣威严。城隍，王丽呼吸猛地停滞，这位神灵竟能显化真身，这不可能！初诞生的新神绝无可能拥有实体，除非情报有误，这根本不是什么新晋神奇，而是真正的古老城隍复苏归来。连麾下的黑白无常都有一级出阶战力，那这真正的城隍本尊又该是何等恐怖的实力？王丽心头骤然涌起一股致命的危机感，他左手猛地扣住自己僵住的右臂，随即狠命一扯，竟直接生生震断了整条右臂，周身鬼气如沸水般翻涌。王丽没有半分迟疑，双脚蹬地借力，朝着远离城隍庙的方向疯狂逃窜。目睹王丽的一举一动，我的神情波澜不惊，只是漫不经心的缓缓抬起了右手。顷刻间，原本悬于庙前的城隍分印凭空消散，一方巴掌大小的漆黑宝印再度与我掌心汇聚成型。真印现世，分印之威尚不及本体的一成，此刻便要叫这群人开开眼界，见识一番何为真正的城隍印玺。单手轻扬，那方小印骤然升空，须臾间迎风暴涨，竟瞬间遮蔽了庙前大半苍穹，镇压诸邪。随着这道森寒的话语坠地，王丽赫然发觉自己的躯体竟已无法动弹分毫。他双眸圆睁，眼底满是骇然之色。素来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他，过往何曾知晓畏惧为何物？无论是残害生灵，还是诛杀鬼物，亦或是同恶鬼彻底融合，以往只会令他倍感亢奋。可如今，他躯体的融合形态竟开始瓦解，转瞬之际，便从那2米高的巨硕身形缩回了1.75米的原状，肌肤重归惨白，唯独右臂之上仍涌动着黑气，将半边身躯浸染得漆黑如墨。引以为傲的完美融合就这样被强行击碎。尤为恐怖的是，他察觉体内的鬼正在剧烈颤抖，彻底蜷缩在躯壳深处，甚至连鬼域都施展不出。这是他此生首度品尝到真正的恐惧。王丽眼眶欲裂，声嘶力竭地吼道：“不，别杀我！我愿为你效犬马之劳。”岂料话音未落，只见那漆黑印玺表面流光一闪，紧随其后，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剧痛袭来，凄惨至极的哀嚎声顿时响彻在城隍庙门前。此时此刻，苍力、雷杰连同其余侥幸存活的遇鬼者，还有那些妄图挣脱逃窜的力，尽皆不可抑制地站立起来。短短数息功夫，那能与黑无常分庭抗礼的王丽，便被强行吞噬进了那方黑色大印之内。这究竟是何等神物？太过恐怖了！这一瞬，他们连殊死一搏的胆气都消磨殆尽，心中仅存无尽的惊恐。然而这份惊惧并未持续太久，只因他们紧接着也感应到那股直抵灵魂深处的痛楚。那并非肉体上的摧残，而是一种让人宁愿即刻暴毙，也不愿承受分毫的灵魂剧痛。凄绝的惨叫声令正及时赶来的管控局遇鬼者们心头猛颤，纷纷驻足原地，惊疑道：“那是什么动静？”陆白远远眺望着城隍庙所在的方位，眼底浮现出难以掩饰的惊惶。他们方才察觉庙宇周边异动，便即刻动身赶赴此地，却无论如何也未料到，迎面传来的竟是这般凄厉的哀鸣。究竟生出了何种变故？这不仅是陆白的困惑，亦是所有遇鬼者心头的疑云。许清渊神色凝重地凝视远方，眸中泛起一丝疑虑。今日午后，他才获上级指令，命全员继续观测城隍，在摸清底细前切勿轻举妄动。岂料入夜便有野生遇鬼者与厉鬼擅闯庙宇，此事着实透着诡异。他紧了紧拳头，待那惨叫声渐弱，方才对身后众人下令，过去探查一番，诸位务必小心，切莫擅自逼近。另一头，待将所有遇鬼者与厉鬼尽数摄入印玺后，我这才随手一招，将那城隍大印重新收归掌中。只见那方寸大小的印玺内，道道身影正不住挣扎，面容扭曲至极，凄厉的哀嚎犹在耳畔回荡。我却无半分怜悯之意，反手轻挥，黑白无常顷刻化作2股幽冥气劲，重新融汇进城隍印玺之内。正当此时，耳畔响起了系统清脆的提示音：铲除奸恶，肃清外来进犯者，触发特殊签到，是否进行？签到成功，恭喜获得勾魂使黑白无常。我唇角微扬，虽说印玺能幻化出勾魂使者，但那终究并非正主，否则也不至于连区一个王力都难以招架。恰逢此番收纳了众多阴魂，若炼化为阴煞，正缺人统辖。如今有了这2位，我便无需为此发愁了。我侧手瞥向许清渊一行人赶来的方位，在确认来者乃是并无敌意的管控局人员后，便转身迈步跨入庙内。就在朱红庙门轰然紧闭的刹那，首个抵达的许清渊清晰地目睹一道人影步入庙堂之中。那人，许清渊瞳孔猛缩，究竟是谁？莫非便是城隍本尊？怎奈还未等他定睛细看，那道身影便已彻底隐没不见，都没了。听闻此言，许清渊急
急忙投去目光扫视庙门前，却见地面上正横七竖八地躺着10余具躯体，众人面部表情皆是极度扭曲，僵硬的面庞上凝固着深入骨髓的惊恐之色。即便是那王丽也不例外。联想到方才那一连串惨叫，许清渊不禁打了个寒战。虽未曾与王丽正面交锋，但身为局里的一员，他也听过不少关于此人的凶名。究竟遭遇了何事，竟能让这等凶徒都深感恐惧？此时，随行的一众遇鬼者也是喉头滚动，艰难地咽着口水，被眼前这诡谲的一幕震慑得哑口无言。过了许久，许清渊才缓过神来，沉声下令清理现场，将所有尸体悉数带回局里。夜晚虽然静谧，可安陵市办事处内却暗流涌动。局里的遇鬼者们都在第一时间获悉了最新的内部情报，不管是 S 级的通缉要犯，还是 B 级遇鬼者，连同根据现场能量波动测算的30多只厉鬼，竟然全军覆没。这消息令众多遇鬼者不禁倒吸凉气，紧张的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到底拥有何等恐怖的实力，才能将这群强者与厉鬼瞬间抹杀？此时，安陵办事处的全体高层领导，以及专程为研究城隍赶来的总局研究部温敬言部长，齐聚在一间宽敞的停尸房内，目睹地上整齐排列的18具尸体，在场众人都感到脊背发寒，不由得吸了口冷气。温敬言快步上前查验一番后，神情凝重地说道：“除了王丽，其余遇鬼者身上均无任何外伤，而王丽的伤口也非外力所致，看起来更像是他自己斩断了手臂。我推测，他们极有可能遭受了一种极其特殊的攻击手段，导致神魂直接被强行剥离出肉体。”旁边的顾炳文有些紧张地追问道：“那能看出具体是哪种攻击手段吗？”温敬言摇了摇头，沉声回应：“我们目前对这位城隍知之甚少，根本无法断定他究竟使用了何种神通。虽说古籍中有记载，城隍麾下有专门勾摄魂魄的勾魂使者，城隍或许也具备此能，但毕竟未曾亲眼目睹，暂时还不能下定论。”顾炳文紧握了一下拳头，说道：“根据许清渊汇报的情况，当时有人影走进了庙内，那会不会就是城隍本尊？”温敬言满脸诧异地看向顾炳文，绝无可能，出生神灵怎会？话未说完，他突然顿住，随即猛地瞪大双眼：“谁规定城隍一定是星神？那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念及此处，温敬言神色变得焦急起来，急忙问道：“这里有没有人见过城隍庙里的神像长什么样？”立刻调取卫星监控录像，全力排查，寻找与神像面部特征相似的人员。顾炳文先是一愣，但转瞬间便领悟了其中的关键。温敬言随即转头对身后的江雪吩咐道：“马上安排人员去落实这件事。”3个小时过后，众人齐聚会议室，陆征及其队员共5人也一同赶到了现场。苏哲几人面对满屋子的高层领导，神情颇为紧张，根本不敢随意出声。陆征迈步上前，将一张从卫星监控视频中截取的照片平放在了几位领导面前。他深吸一口气，难掩激动地汇报道：“经过比对，照片上这人与城隍神像的面部相似度高达90%。”其实当陆征刚获知这个结果时，他的第一反应也是觉得这绝无可能。然而当他亲眼看到这道身影时，瞬间便认了出来，这绝对就是城隍爷本尊无疑。顾炳文扫了一眼照片，随即猛地抬头看向陆征，满脸难以置信地问道：“你确定没看错？”陆征转过头看向身后的苏哲等人，在接触到队友们那同样坚定不移的眼神后，他才转回身对着顾炳文重重地点了点头：“非常确定，这件事我们5个人都能作证。”顾炳文倒吸一口凉气，沉默了好几秒后才开口叮嘱：“这件事绝对保密，你们先出去吧。”待陆征一行人离开会议室后，顾炳文这才转过头看向一旁的温敬言，见温敬言面色凝重，死死攥着那张照片，他才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温部长，虽说有陆征他们的人证，但这毕竟只是长相相似，还没法完全认定就是城隍本人，您觉得呢？”温敬言抬起头注视着顾炳文，确实无法100%确定，可一旦此人真是城隍，那我们对于这位神灵的实力评级就必须推倒重来了。能够以肉身真身行走世间，足以说明他绝非什么出生神灵。按照现有的评级标准，对方的实力极有可能已经超越了 A 级。闻言，在座的几位安陵高层瞳孔猛地收缩，超越 A 级，那便是传说中媲美鬼王的 S 级存在，举手投足间便能覆灭一场，在安陵市绝对是无敌的霸主。万幸的是，这位城隍迄今为止并未流露出任何恶念，不然整个安陵市恐怕早已遭受灭顶之灾。念及此处，几人眼中都多了一丝深深的忌惮，心中不约而同地达成共识：像这般恐怖的存在，无论如何都绝不可轻易得罪。随即温敬言话锋一转：“不过这也仅仅是推测，想要最终确认身份，除非我们能亲眼见到城隍本人。我的建议是，目前的策略仍以暗中观察为主，切记不可贸然进行接触，明白？”顾炳文沉声应道，只是心底却不由得泛起了一丝疑惑：为什么在一夜之间会有如此之多的野生遇鬼者和厉鬼聚集在城隍庙外？这背后的原因恐怕绝没那么简单。随着会议散场，安陵办事处的全体遇鬼者几乎在同一时间收到了一则紧急通知，严令在未获批准之前，任何人不得擅自接近城隍庙区域。刹那间，办事处的内部群组里炸开了锅，众人议论纷纷：难道这世上真有城隍爷？虽不敢确信，可听2队的人说，那些尸体确确实实都横陈在庙门口，做不得假。至于神话复苏与造神计划的相关机密，省局那边已经下了死命令，严禁对外泄露半个字。不过对于城隍现世这件事，安陵办事处虽未公开承认，倒也没有彻底封锁消息的流传。毕竟闹出这么大动静，想把城隍这尊大神的存在完全瞒下来，根本就不现实。只是目前对这位神明的认知实在匮乏，谁也摸不准这位城隍究竟是怎样的性子。倘若底下人不知轻重冲撞了神灵，那后果恐怕不堪设想，惹来大麻烦。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反倒让办事处的遇鬼者们兴奋不已，仿佛看到了全新的希望。这些年来，为了抵御鬼屋死去的战友数不胜数，随着灵异爆发愈演愈烈，大家心底都涌起深深的无力感。谁也不晓得自己何时也会变成阵亡名单上的名字。如今曙光乍现，虽说受限于局里的禁令，没人敢明目张胆去城隍庙查探，可
可私底下，他们早就把城隍显灵的事传开了，只盼着自家的亲朋好友能去求个庇护，保一份平安。与官方遇鬼者的振奋不同，安陵市的鬼物们却彻底慌了神。30多只厉鬼一夜蒸发，这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加之坊间疯传城隍坐镇的消息，更令这些鬼魅惊恐万分，疑神疑鬼。毕竟那些同类就是在城隍庙折损的，难道这世间当真有神明复苏了不成？虽不敢100%确认，但鬼物们这次倒是出奇一致，无论真假，那地方绝对是禁地，谁也不敢再去送死。此时的福安村却是一派祥和，接连遭遇鬼事却毫发无损。村民们除了虔诚叩拜，头件大事便是联络亲友，催促他们赶紧来拜拜这尊真神。正因如此，城隍显圣的传闻在安陵市迅速扩散。虽说未必人人都信这神鬼之说，可那些曾被怪事缠身的市民，一听这消息，便立马动身，直奔城隍庙求救。阴司府邸之中，我轻抬右手，那方城隍大印旋即浮现掌心，耳畔依稀能听见印中传出的惨叫。我随手一挥，一道魂魄便被大印吐了出来，正是那 S 级通缉犯王丽。在印喜业火的反复炙烤下，王丽早已虚弱不堪。脱离牢笼的瞬间，他脸上竟露出了劫后余生的狂喜。可一看清面前端坐的我，他猛地哆嗦了一下，扑通跪倒在地，吓得连求饶的话都卡在嗓子眼。我端坐于太师椅上，神情漠然地质问：关于夺舍神位，你是从何得知的？王丽伏在地上不敢抬头，颤声应答：是组织里透出的风声，具体上头怎么知道的我也不晓得，我只是想来碰碰运气，博个前程。我眉头微蹙，什么组织？把话说清楚。王丽喘息未定，小心翼翼地解释：我所在的组织叫天协会，虽说入会好些年了，可我对他的底细依然知之甚少，平时接任务都是靠特殊渠道单线联系，成员之间互不相见，事成后报酬会放在指定位置。我只晓得这天协会的头领是个自称千面鬼君的家伙。闻言，我眉头锁得更紧。我穿越到此才没几天，安陵市内都没几个人知晓我显圣的事，怎么就惊动了这种神秘组织？这背后定有蹊跷，究竟是谁在暗中推波助澜？接着我又审讯了另外几个遇鬼者的亡魂，可惜也没问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散兵游勇大多是道听途说得来的消息，彼此间毫无关联。既然问不出个所以然，我也懒得再费口舌，索性先把这事儿搁置一旁。随即我将众鬼魂重新收回印玺，左手掐动法诀，一道由信仰之力汇聚的金符顷刻间打入印玺之内。霎时间，印玺悬空急转，表面流光溢彩。不过须臾功夫，里面的凄厉哀嚎便彻底平息。紧接着，一道道神情木讷的鬼影被释放出来，整齐划一的伫立在我跟前。这便是我刚从城隍部里习得的神通炼鬼术。此法能引信仰之力洗净恶鬼身上的罪孽，即便是罪大恶极之魂，经此净化，也会洗去一身戾气，化作只留存基础意识、再无恶念的纯净灵体。如此一来，这些灵体便能任我驱策。这批家伙生前实力不俗，刚好用来充实我的阴差队伍。望着眼前这群呆滞的魂魄，我沉声喝道：特赐尔等阴差之位。听后差遣。语毕，数道金光自印玺中激射而出，稳稳烙印在众鬼魂的眉心之处。金光化作一个叉字，隐没不见。众阴差当即单膝跪地，抱拳高呼：拜谢城隍大人。我欣慰地点点头，大手一挥，将系统奖励的黑白无常也召唤了出来。与先前靠印玺幻化的分身不同，这二位眼神灵动，显然是拥有独立神智的真身。一黑一白两尊鬼神齐齐跪拜，属下参见城隍大人。我淡然一笑，吩咐道：范无咎，谢必安。这些新晋阴差便交由你二人统领，即日起率队外出巡视，务必扫清城隍庙周遭的一切鬼魅。属下领命。二人异口同声，随即领着一众阴差浩浩荡荡地退出了阴司府邸。就在这个时候，系统的提示声再一次在我的耳畔清晰地响了起来。提示今日尚未打卡，询问是否进行。我默念签到，随即显示签到成功，获得的奖励竟是驱鬼术。我不由得愣住了，急忙查阅系统界面上的详细注解。过了片刻，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门术法的功效是可以让人免遭鬼气侵蚀，具备驱逐鬼怪、抵御邪祟的能力。我摩挲着下巴，感到有些莫名其妙。身为堂堂城隍爷，我要这驱鬼术有何用？简直是食之无味。无奈摇摇头，我也没再深究，随即转身步入听院阁，拿起案上的祈愿簿随意翻阅。映入眼帘的竟是信徒们祈求平安的话语。我的目光陡然亮起，这法术虽与我无异，可对凡夫俗子而言却是救命良方。我虽是城隍神祇，却也无法做到每时每刻都去回应所有信众的请求。祈愿簿固然能记录心愿，可若他们真撞上鬼祟，又当如何？若能利用这驱鬼术来护持信徒，岂不就等同于我亲自庇佑了祈愿者？只是该如何让普通凡人也能施展此术呢？正当我苦苦思索之际，一阵嘈杂喧闹的人声突然传进了我的耳朵里。城隍老爷，求您保佑咱们全家平安无事。我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今日为何来了这许多人？心念流转间，瞬间意识回归神像体内，俯视下方，只见衣着各异的市民将庙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不禁心中窃喜，这是大好事，信徒越多，我汲取的香火信仰便越盛，也能更快修成7品功德金身。我抬起头慢慢向远处眺望，发现就连庙门之外也有不少市民正排着长队焦急等候。此刻我留意到马敬山与王满仓等几个村民正聚在一处，低声议论着，庙里香火如此旺盛，真是天大的好事，往后来拜祭的人定会只多不少。突然有人插话道：但这人一多起来，恐怕还得有专人帮忙照看打理才行啊。闻听此言，大伙儿却都犹豫了，并非不愿出力，实在是地里农活繁重，即便闲着，家里也离不开人，哪能整日守在此处？见大家沉默不语，王满仓眉头微蹙，突然出声道：我也晓得各家都有难处，既然我是村长，我愿替城隍爷守着这庙子。听闻此言，我也暗自思量起来，这王满仓乃是我首位狂热信徒，若由他来替我操持庙务，我自然是100个放心。只是即便王满仓身为一村之长，家中有些积蓄，若天天耗在这庙里，终究是坐吃山空，日后如何养家糊口？然没过多久，我双眸倏地一亮，方才还在发愁那驱鬼术无处施展，眼下这机会不就来了吗？念及此处，我探手朝王满仓的额头虚空一点，即刻发动了入梦神通。众人听了王满仓的话，本刚松口，
气，谁知下一瞬便见他竟扑通倒地，晕了过去。大伙瞬间懵了，急忙上前搀扶住王满仓，七嘴八舌的呼喊起来。就在众人手忙脚乱之时，意识朦胧的王满仓骤然听得一声厉喝：“村长王满仓，速速醒来！”他茫然的睁眼四顾，却发觉周身已被茫茫白雾笼罩，而在他的正前方伫立着一道被璀璨金芒包裹的身影，一双充满威严的眼眸正静静地注视着他。城隍老爷！王满仓大吃一惊，慌忙跪拜在地，望着地上的王满仓，我放缓了语调问道：“王满仓，你可愿担任这城隍庙的庙主一职？”王满仓浑身一颤，诚惶诚恐地回应道：“愿意，小人1万个愿意。”甚好，自今日起，你每日取一叠黄纸，在壁庙前供于香案之上，待次日便用我传授之法将其制成平安符，此符可对外出售，然每枚仅许收取1元香火钱，切不可多贪，你可记下了？王满仓满面红光，激动得连连磕头：“记住了，小人记住了。”片刻之后，正抬着王满仓火急火燎往医院赶的几个村民忽觉不对，低头一看，竟发现王满仓已然睁开了双眼。村长，你可算醒了！听着耳边嘈杂的呼喊，王满仓这才从恍惚的状态中彻底清醒过来。可紧接着，他便如弹簧般激动地跳起，大声吆喝着要召集全村老小集合。10分钟不到，福安村所有的男女老少便都齐刷刷地聚在了村口空地上，大伙儿一个个眼神困惑，直勾勾地望着站在最前方的王满仓，不知所云。方才城隍老爷给我托梦了，不仅传授了我平安符的制作法门，还特许我将其对外售卖。虽说每枚符只准收1块钱的香火费，但大伙儿可明白这意味着啥？未等众人回过味来，王满仓强压下心头的亢奋，接着说道：“这就意味着，只要咱们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赚取钱财，城隍老爷是不会怪罪咱们的。若常人得了这画符的法子，想的定是自家发财。可王满仓不同，他毕竟是一村之长。他在回过神来的瞬间，脑子里冒出的念头便是如何带动整个村子谋发展。有村民猛地倒吸凉气，脸庞瞬间涨得通红，试探道：“村长，您的意思是？”王满仓咧嘴一笑，朗声道：“大伙都瞧见了，如今来拜城隍老爷的香客络绎不绝，往后人只会更多。可从安陵市区坐车到咱们这儿，少说也得1个多钟头，带来的贡品饭菜早就凉透了。我想着，咱们不妨开几家农家乐，菜价定便宜些，既方便了香客，咱们也能跟着挣点辛苦钱。搁在以前，这主意他想都不敢想，生怕亵渎神灵惹来降罪。可既然城隍爷准许他卖符，便说明不介意村民依附庙宇营生，那开几家农家乐，神明定然也不会怪罪。”听完这番话，其他村民也都回过味来，一个个兴奋地摩拳擦掌。虽见大伙高兴，王满仓却仍面色一肃，郑重告诫道：“但有一点大家必须记牢了，绝不能打着城隍老爷的旗号肆意敛财。”3天后，城隍庙能求得灵验平安符的消息便传遍了四方，许多信徒专程赶来，只为求取一符。看着庙内香火愈发鼎盛，人流如织，我不禁嘴角微扬，露出了笑意。随着